2022年4月，阿富汗临时政府矿业部宣布，中国企业将继续在当地运营艾纳克铜矿。早在2007年，项目已经确定，但是在各种国际障碍下一直没有开工。除此之外，中国海外还有很多大型铜矿。中国之所以在海外大规模投资铜矿，一方面是商业运作的需要，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铜矿在国内的缺失，必须保证充足的外部供应。印象中，中国并不是一个缺少铜的国家，青铜器5000多年前就在中国使用了。从商代中期到西周晚期，铸造技术达到顶峰，铜的应用很快从礼器传播到社会的方方面面。铜钱作为基础货币，一直延续到20世纪。铜在中国古代的消费量是如此之大，以至于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，铜的短缺直接导致了货币的短缺。国内虽有很多铜矿，但早就不够用。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，2021年全球铜资源储量为8.8亿吨，中国储量为3494.8万吨，占全球的4%，排名第7。虽然中国的铜储量不算少，但要满足我们庞大的人口和工业需求确实太少了。进入21世纪以来，我国精制铜的生产和消费一直位居前列。到2020年，中国生产了全球41.25%的精制铜和消费了全球54%的精制铜产品，可以说大部分生产和消费都在中国。海关总署数据显示，2020年中国进口铜金属544万吨，对外依存度高达76.4%。10年前这个数字只有58.3%，依赖度越高，卡脖子的风险就越大。总之，铜矿是我国急需的紧缺矿种，但实际上我国只有1/4左右的矿山有一定的盈利能力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的铜矿不仅规模小，质量也低。铜矿中铜元素含量占比越高，同样重量的铜矿石头可以提炼出的铜金属就越多，成本也越低。所以中国铜矿的成分太杂，导致我国每吨铜金属的生产成本约为3.3万至3.5万元。面对铜矿山日益增长的需求，这些已开发的万吨级铜矿山已经是满负荷运转。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未开发的铜矿，尤其是青藏高原，但是开采条件太差，需要高成本投资才能克服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只有高等级的铜矿才有开发价值。最后，工业用水短缺问题太难解决，始终是个瓶颈。我国的铜储量有一半属于斑岩铜矿，也是世界上最主流的铜矿类型。同样是斑岩铜矿，但我们的规模远不如别人，主要是我们运气不好。斑岩矿床是板块碰撞的产物，世界上有3个斑岩成矿带，这3个带都与中国重叠。中国的铜矿多集中在这些区域，但矿产储量还取决于具体的地质环境。总之，我国的铜是挺多的，但是根本不够用。只要保持目前的产业规模不变，铜的局面就不会改变。幸运的是，铜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合作机会来弥补